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佳乐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我国古代最牛的一次投资。这次投资的回报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，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集团国家秦朝。可以说没有这次投资就没有秦始皇，整个秦王朝就是他投资的回报。那这次投资的操盘手就是我们今天话题的主人公吕不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专门讲有关历史上的奇闻趣事、未解之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类的话题，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以后更新的视频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吕不韦。史记上说他是魏国濮阳人，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安阳市华县。其实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并不重要，因为他是一个商人。在古代，商人一般都有很多的住所，他们经常往返于各地。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也提到过，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就是说商人经常居无定所。早期的吕不韦就是这样，经常游历于三晋，也就是赵国、魏国、韩国，经常在这3个国家来回跑。他在当时做生意也是很成功的，优秀的商人在哪儿都可以发现商机。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。同时这个人的胆子也很大，什么事儿都敢干。于是他在赵国看到做人质的秦国王孙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要投资一个帝王，而他想要的回报就是和这个帝王平分天下。当时吕不韦看中的这只股叫异人，后来改名为子楚，姓嬴。这个人的儿子就是秦始皇嬴政。但是当时嬴异人还是非常落魄的。他虽然是秦国的皇孙，他爷爷是秦朝的老大，秦昭襄王。但是嬴异人被放在赵国做人质，在那个时候，这种被扔到别国的皇子叫质子。这里我们来说一下当时的质子属于什么段位啊？战国时期，2个国家签订合同了之后，双方都担心对方会违约，于是就会互换人质。这个人质必须是皇帝的儿子或者孙子这种的直系亲属，这样才能起到一个制约的作用。这样一旦对方违约，对方就可以拿这个人质做要挟，这个人质就叫质子。按理说，如果2国都遵守合同，相安无事的话，这个质子在邻国的小日子应该过得是很舒服的，毕竟是盟国的皇子皇孙是吧？对方也绝对不会亏待。但是只要2国关系一紧张，这两边质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而当时的秦国和赵国就是这种紧张的状态，没事就干一架，虽然没严重到谁能灭掉谁的地步，但是没事就打仗。嬴异子作为这种情况下的质子，那他在赵国的生活水平我们就可想而知了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当时吕不韦在赵国做生意，他在大街上亲眼看到嬴异人坐的马车从街上经过，简直就像过街的老鼠。因为当时的秦国经常跟赵国打架，搞得赵国的老百姓苦不堪言，所以他们看到秦国的质子恨不得直接弄死在街上。嬴异人在车里也是被人看着，跟囚徒一样。吕不韦看到这个情景，就想到了自己的生意，投资这么一个落魄的人用不了多少投资，但是万一他以后做了秦朝皇帝，那回报不就大了吗？这肯定是个好买卖。于是吕不韦对嬴异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就跟买股票一样，买之前是不是得调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运营状况，合适了再买。当时的吕不韦也是这样，他开始派人四处打听大秦帝国的人事任免情况，很快他就把秦朝的高层全都调查清楚了。原来当时的秦昭襄王是有一个太子的，可是那个太子在魏国做人质，最后死在了魏国。于是秦昭襄王不得不立他的第2个儿子安国君做太子。这个安国君就是嬴异人他爸爸。看上去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是吧？但是难就难在安国君的儿子太多了，他有20多个儿子，而且没有一个是嫡子，20个都是庶子。嬴异人就是这20个候选人中的其中一个，这就意味着这笔投资押中的概率是1/20，再加上嬴异人正在外国做人质，可以说他是最没希望的一个。这要是让我们正常人看到这么一只烂股，那肯定就果断放弃了是吧？风险太大，没有投资的必要啊。但是吕不韦厉害就厉害在这儿，他认为嬴异人就是一只潜力股，用他当时的话说，就是这个人奇货可居。这就是吕不韦独到的投资眼光，他把全部身家压在了嬴异人身上。从此吕不韦的风险投资正式开始，也就是他的这次风投投出来一个统一的大秦帝国。虽然嬴异人没有多大的优势，但是吕不韦相信事在人为，他自信自己可以将异人扶起来。
于是他制定了一套2步走的战略。他把所有的资产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用在赵国，一部分用在秦国。用在赵国的一部分就是吕不韦先找到天使轮的赢异人，基本上就是恐吓加利诱。他对异人说：“你的父亲安国君现在是太子，等他继位以后，他的儿子中肯定有一个继承他的皇位，你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但是你在这20个候选人中不是最占优势的，其他候选人就算再差，起码人家在秦国，而你却在赵国做人质。现在的形势又是秦强赵弱，现在是你爷爷做皇帝，尚且还顾及你在赵国，没有大举的灭赵。等过几年你的兄弟做了秦王之后，可不会顾及你的死活，到那个时候你就必死了。”赢异人一听这个话没毛病，于是就继续听吕不韦的安排。吕不韦把计划全部告诉了赢异人，并且把用在赵国的那部分钱全都交给了赢异人，让他拿这些钱去结交诸侯，赢得好名声，自己则拿着另外一部分钱去秦国执行 B 计划。吕不韦出发之前，他害怕赢异人以后当了皇帝之后违背自己的诺言，于是就想在赢异人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，这个人就是赵姬，就是一个姓赵的美女。这个人原本是吕不韦的小妾，吕不韦为了把她安插在赢异人身边，于是自导自演了一出戏。他把赢异人邀请到自己家里边喝酒，随后让赵姬在前面跳舞，目的就是为了诱惑赢异人。没想到赢异人看到赵姬之后直接就上钩了，吕不韦将计就计，假装忍痛割爱的样子，把赵姬送给了赢异人。这是一箭双雕啊，既成功的在赢异人身边安插了一个卧底，又给了赢异人一个很大的人情。关于这段故事，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吕不韦这是一箭3雕，因为好多人认为赵姬在送给子楚之前就已经怀孕了，怀的就是吕不韦的儿子。这样如果赢异人做了皇帝，那吕不韦的儿子就是皇子了。所以说他是一箭3雕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因为赵姬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单名一个正字，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统一6国的秦始皇嬴政。其实有这种说法都怪司马迁，他在一部史记里写了2种说法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，秦始皇者，秦庄襄王子也。秦庄襄王就是赢异人，所以他在秦始皇本纪中明确提到了嬴政是赢异人的儿子。但是他又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边写道：姬自逆有身，至大7时，生子正，子楚虽立姬为夫人。就是说赵姬没有告诉赢异人自己怀孕了，然后生下了嬴政。所以基于史记这2种说法，后世就一直在讨论秦始皇到底是吕不韦的儿子还是赢异人的儿子。既然这2种说法都是出自史记，所以史记本纪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，而史记的列传就有可能掺杂了野史的部分。吕不韦把赵国这边安排妥当之后，于是拿着剩下的资产去了秦国，他要用这些钱让赢异人在这20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。去之前，吕不韦早就做好了功课。安国君目前有一位最宠幸的夫人华阳夫人，恰巧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孩子，如果华阳夫人有孩子，那她的孩子将来肯定是太子，其他候选人就不用争了。但是她没有孩子，于是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，同样的办法，威逼加利诱，这是他一贯的手段，是吧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吕不韦很善于利用别人的心理，他知道别人害怕什么，也知道别人需要什么。他对华阳夫人说了这么一段话，大概的意思就是：安国君现在有20多个儿子，没有一个是你的，而你现在又这么受宠，安国君其他的小妾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他们现在是看不上你，但是也干不掉你。可是安国君一旦去世，这20个候选人不管谁上台，那个人的母亲第一个就会干掉你。华阳夫人一听这话也没毛病，于是也愿意听吕不韦的安排。吕不韦说，现在在赵国的质子赢异人在各诸侯国中影响力很大，如果你可以收他做义子，在安国君耳边吹吹风，让他以后做太子，那将来异人做了皇帝，你这个地位不就保住了吗？这招果然奏效，华阳夫人对安国君说完，安国君就立马同意了。这样吕不韦的投资基本就稳了，就等着收盘了。他花重金把赢异人从赵国接了出来，送回秦国。回去之后，华阳夫人就给这个干儿子改了个名，叫子楚。与此同时，子楚的爷爷秦昭襄王病逝，安国君继位。安国君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继位1年就死了。史记上记载是1年，其实他刚上任没多久就死了。
根本不到1年。就这样，这么快的速度，吕不韦的投资就得到了回报。子楚顺利当上了皇帝，成为了秦庄襄王。子楚上位之后，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，直接把吕不韦封为了丞相。这就是吕不韦的投资，他从一个商人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丞相。后来子楚死后，13岁的嬴政继位，他又做了嬴政的仲父，可以说是权倾朝野。可是他不知道收敛，水满得意。他达到顶峰的时候不知道收敛，那结果肯定是一落千丈。最后他被秦始皇流放到蜀地，喝毒酒自尽了。那么在这里，吕不韦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